奇美拉这个组织一直在大陆南部抓捕精灵，作恶多端，人数很多，也非常神秘，至今不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企图。而与之相对的就是守护精灵的50联盟。上节说到，米拉帮他们抓到了其中一位成员。50联盟中大多数都是阴阳师，或许能问出9贤之一的神乐的下落。不过米拉还有任务在身，于是告别两人，准备回到王都。中途停在一处商队小镇上歇脚，正巧遇上了猩红钟情公会的会长赛罗和其他成员，他们工会正在给商队当护卫，准备前往西边的森林，前往欧兹斯坦。正巧米拉就是从西边过来的，于是将他遇到反地狱怪兽和奇美拉这个组织的事告诉了赛罗。赛罗也将自己最近的冒险以 PPT 的形式讲述给了米拉。幽灵船、天空城，还有地底下的黄金都市，还有最著名的黑英雄城。10年前的三神国防卫战时期，亚斯大陆西北部的城市遭到了魔族的袭击，城市无力抵抗强大的魔族，只能任由对方蹂躏。而就在此时，城里出现了一位英雄，瞬间就让那些魔族瞬间灰飞烟灭，甚至连拥有爵位的魔族都不是他的对手。英雄拯救完城市就走了，连性命都没有留下。因为全身漆黑的装束，他被人类奉为黑英雄，而那座城市也被称为了黑英雄城。米拉一听，表示这人我熟，不就是漆黑的默默，不就是9贤者之一的瓦伦丁吗？对方也不高冷，只是个单纯的社长而已。于是黑英雄成了米拉的待定日程。几人相谈正欢，工会的小哥突然冲进来大喊出事了，运送碎石的8号商队遭到了魔物的袭击。他们虽然想要去追，但被大量的魔物拦住了去路。于是几人深入丛林寻找遇袭的商队，正巧在湖边遇上了差点被魔物袭击的车队成员。米家天降黑骑士砍翻魔物，成员只受了轻伤，但货物都被抢走带到了深处。于是工会成员和米拉又继续前行，越往深处走，树林中的雾气越浓，而且不管走出多远，他们都会在原地兜圈子。这时候就要问问专家了。绿色的魔法阵张开，米拉召唤出了2只森林族的眷属克鲁波克鲁。一番探查之后，发现这片森林中并没有任何精灵存在的迹象。要知道，每片森林里都有着保持魔力循环的精灵，一看又是奇美拉这个组织干的好事儿。克鲁波克鲁通过打通魔力淤积处，找到了走出森林的道路。只见平原上到处都是狮子魔物的踪迹，甚至还出现了1金1银2头领头狮。米拉和赛罗通过猜拳决定了对方负责的狮子，清兵任务就交给其他小队成员负责。俗话说得好，3弟永远打不过2弟。米拉一拳就把金狮打飞10万8千里，白骑士的盾挡下狮子的攻击，米拉3两下把狮子打得爬都爬不起来，最后以黑骑的剑收尾。赛罗同样也是速战速决，将狮子的尸体堆起来焚烧之后，米拉在丢失的货物中发现了一块画着奇异图腾的石板，而就在他触碰石板之时，意识突然一阵模糊，紧接着他就来到了一处旷野之上，许多白衣人正排着队走向一个方向。为首的白衣人对米拉的出现见怪不怪，这里是过去的时代，米拉因为魔力波动被扭曲的时空捕获，只有灵魂来到了这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不过因为魔力异常而导致时空扭曲的情况非常少见，今后可能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白衣人是天魔族，他们即将去往转生门转身为新的物种，通过白色的门转生成天使，而通过黑色的门则转生成恶魔。白衣人话没说完，米拉就回到了自己的时代。魔物讨伐完成，货物回收完毕，克鲁波克鲁净化完整片森林之后，米拉也该和赛罗一群人告别了。然而刚回到国境，米拉就发现城里火光冲天，加雷特开着越野车狂奔而至，国境之内突然出现大群魔物，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街道之上到处都是魔物的踪迹。有些人好好的在田里种地，突然天幕撕裂，大批魔物倾巢而出。现确认国内2处地点出现了大批量的魔物群，一边袭击村落，一边移动北上。其中拉克特高原的一批数量多达1万只，目前虽然被禁士团拦下，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这情况简直就和30年前的一样，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没有9贤者了。所罗门派出在外度假的路米对弗拉格特高原的魔物，但是高原位于邻国交界处，停战协议当前，他们无法自由投入兵力，毕竟一旦稍有不慎，别国就会借机废除条约入侵。1个月才休1天假的路米心情抑郁，怎么这群魔物就挑他休假的时候入侵呢？路米甩出大范围的火焰魔法，但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糟糕，魔物的数量有增无减，就算是他也要耗费时间才能扫荡干净。所罗门自然不担心路米的能力，关键是还有一处魔物入侵的地点，虽然能守住，但却无法消灭敌人。
米拉被派往祈祷者森林还没有回来，所罗门想亲自上阵，被近视义正言辞地摁回了王位上。西北要塞正在坚守，拉克特高原也有路米坐镇，米拉也在赶回国的路上。而就在此时，东北的森林区域再次出现新的魔物群，王都能派出的战力已经全部派出了，所罗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守城打算。不过就在魔物即将穿过森林直逼王都之时，层层高墙竖起，伪装后的克雷欧斯和阿马特拉带领黑骑士和泥巨人拦下了魔物的进攻。毕竟两人是召唤术塔和死灵术塔的代理长老，代理的能力仅次于贤者，一旦他们在国境投入过多兵力，很可能会让周边国家产生无谓的误解。所罗门才不管这么多，打就完事了。西北要塞魔物已经爬上了城墙，突然之间天降大箭，将魔物扎了个透心凉。骑着天马的米拉总算是赶到了。东北森林有代理长老，路米差点炸平了整座高原。米拉这边也迅速完工，国内的3重魔物群全部被歼灭。米拉特地飞去高原，把路米接上一起回家。所罗门也专门出城迎接。而就在3人即将会合之时，城外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片血红，空间被撕裂，一只巨大的魔龙从缝隙中飞了出来，张口对着所罗门就是一口龙息。所罗门持剑防御，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谁能想到一个满是法师的国家里，国王居然是个 T， 还是个没炖依旧肉的 T。对付这种庞然大物，需要他们3个人联手。路米提出用流星计划，他先留在天马上补蓝，米拉负责牵制对方的行动。这次米拉不再迟疑，抬手召唤7位女武神和大批黑骑士军队。时隔30年，军事之姿再次展现。当然，军队负责的是佯攻和扰乱，米拉和所罗门默契配合主攻。虽然只有3个人，但所罗门还是找到了当时和同伴们一起打团的快乐。两人瞄准魔龙的头部一阵痛殴，奈何对方的肉实在太厚，打了半天居然一点伤害都没有。所罗门拖着米拉紧紧撤退，下一秒，一副巨大的魔法阵在魔龙的头顶张开，恐怖的火流星齐齐降下，将魔龙所在之地几乎夷为平地。然而正面接了路米最终大招的魔龙居然还活着，所罗门双刀拦下魔龙的翅膀，女武神7把武器合为一体，金色的光柱直冲魔龙而来。魔龙咆哮一声，径直跃向米拉，这种距离的攻击他们根本躲不开。米拉一把躲在所罗门身后，让他开盾防御，还把红精灵潘姆叫出来给对方叠满防御。咱就是说有这功夫直接跑不就好了，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只能说不愧是最强肉盾，所罗门居然真扛了下来。魔龙仰头吐出大股吐息，米拉召唤出黄龙和魔龙对喷，在自古对波左臂术和主角光环的加持之下，魔龙不敌黄龙，被对方的龙息引灭成了灰。天空放晴，任务完成。所罗门嘉奖了所有参战的人，但米拉却拒绝了嘉奖。如果他接受封场，就必须表明自己是邓布利夫的弟子，毕竟9贤者不在，他一个小姑娘也无法让其他人信服。9贤者中剩下的7人下落不明，专门袭击精灵的奇美拉组织，因精灵不在而引发的魔力扭曲和异变，期限将至的休战协议，这种问题堆积如山。为了寻找9贤者，自称贤者的弟子米拉再次踏上了旅途。